男人把10万美金埋在野外的树林里，两位选手从城市出发，谁先找到就是谁的。只要完成沿途的挑战，就能获得新坐标。这一场速度与激情的挑战，谁能把奖金带回家呢？主持人交给他们一人一个卷轴，第一个坐标就藏在里面。两个人非常激动，几乎是同一时间出发。如果比对方晚了一步，肯定会后悔一辈子。旁边的助手帮他们定位到坐标，两个人开车很快就找了过来。蓝队比红队快了一步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用这把光剑打开保险箱就能拿到新坐标。小蓝手拿光剑开始切割，红队这时也赶了过来。小蓝已经打开了一半的箱子，小红正在努力赶超。时间不等人，蓝队快一步打开了保险箱，拿到坐标以后，乔治却跑到了一边。主持人不理解他去干嘛了。红队终于打开了箱子，正准备走时却被挡住了门口。原来乔治想要拖住他们，最后才发现却耽误了自己的时间。他们的汽车一前一后，根据坐标来到了新的目的地，而下一个位置就藏在水里。小红毫不犹豫，迅速换上了潜水服，跳入水里开始找线索。这次乔治抢先一步，在水底找到了箱子，拿到新坐标，他们继续驶向下一个目的地，而红队还在继续寻找。小蓝太过开心，车子竟然超速了。主持人让他们靠边停车20分钟，急于求胜反而烫着嘴了，他们只能看着红队赶超。新的目的地是胶水陷阱，两个人成功穿过去，按下手印就能拿到新坐标。如果被胶水粘住，就会寸步难行，只有踩在这些脚印上才有机会通过。小红已经等不及了，她迅速跳到第3个脚印上，两只脚却被粘住了。没有关系，脱掉鞋子继续跳，把衣服垫在下面。她已经通过了一半的胶水，两只袜子也被粘掉了。最后再来一大步，她终于到达了对面。小李站在中间不知所措。这时蓝队也赶了过来，乔治一个跳跃，在鞋子袜子的帮助下，直接到了第4个脚印处。看他这么卖力，小李也豁出去了，不顾脚底的疼痛直接走了出去，拿到了新坐标。红队继续出发，本以为这次会把蓝队甩在身后，小李却中途停车去了厕所。蓝队抓住机会来到了下一个目的地，主持人送他们一辆汽车，新的坐标也在里面。你可以选择用10分钟的时间让汽车慢慢降落，也可以按下开关1秒着地。小蓝想了一下，决定等10分钟拥有这辆车，而赶来的红队和他截然相反，果断按下开关让汽车1秒着地。Oh my god！ 只是脸先着地，坐标可就难找了。主持人把坐标发在他们手机上，红队再次出发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，而蓝队还有5分钟的等待时间。主持人让他们慢慢等，他要去追红队了。新的场地有一个炮筒和一辆汽车，点燃炮筒毁了这辆车，如果砸不中就会被关禁闭10分钟。小黎点燃炮筒，铁球落在了旁边，他们只能被关禁闭了。蓝队终于赶了过来，而乔治却使起了坏心思，把红队的汽车开进了沼泽里。这下看你怎么出来！蓝队姗姗来迟，点燃炮筒也没有砸中汽车，他们也要关禁闭。小红马上出去了，而小蓝还要等待10分钟。眼看着距离好像拉开了，小蓝却一点也不担心，反而一脸的得意。小红还以为他在强颜欢笑，等他上车后才发现，原来底盘在这呢。汽车陷进泥里打滑，很难出得来。小红趟着浑水使劲往外推，费了好大劲才把车子推出来，浪费的时间也给了蓝队机会。他们紧随其后，一起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这里正在举行小白的葬礼，但他却没有死，而是被活埋在了地下。他肚子上藏着新的坐标，所以必须把它挖出来才能拿到，别无选择。他们只能挖小白。蓝队也加入了战斗，两个竞争对手在这一关必须并肩作战。很快他们挖到了棺材，看到了里面的小白，只是那么微微一下，他们还是捕捉到了信息。两支队伍迅速出发，前往下一个目标，几乎是同一时间来到了这里。这次他们要面对的是日本的相扑手，坐标就藏在他的腰上，有本事就去拿。还好胖子反应很慢，两个人从侧面一起抢走了坐标。看似凶悍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，新的坐标只有300米远，红队选择直接跑过去，而蓝队决定去开车。虽然累得不行，但这是最后的决战。主持人提前赶到迎接他们，小红一路奔跑着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跑，她终于找到了这里，累得气喘吁吁也不能停歇，到嘴的鸭子不能让它飞了。她抓起沉重的把手，用力掀开盖子，在蓝队赶来的那一刻跳进了钱堆里。恭喜红队赢到了10万美金，所有的辛苦没有白费，而小蓝也没有空手而归，最起码还有一辆汽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蓝队输在了哪呢？4个人比赛在冰天雪地里脱衣服，谁能坚持到最后就能赢到10万卢布。外围的红圈会限制他们的自由，如果不小心碰到也会被淘汰，只要能扛住冬天的寒冷就能赢到奖金。4个人好像并不担心，他们自认为穿的很多，不知道谁才会笑到最后。这时一只大企鹅出现，带来了一张任务书，谁先在雪地里找到一把钥匙就不用脱衣服。4个人赶紧去找，这哪里是在找钥匙，明明是在保命。他们仔细的扒拉，只看见一层层的白雪。白毛扮演着喜悦，悄悄溜到一边，他已经找到了钥匙。其他3人很失望，
他们必须脱掉一件衣服。小特和老王丢掉了围巾，大美丢掉了帽子，而白毛的奖品是一个狗窝，坐在里面还挺暖和，就是有点太小了。小企鹅在地上撒了一些彩色的小球，每人一个盒子开始收集，最后一个收集完就要脱衣服。大美捡了半天才发现是老王的红色，她只能重新去捡黄色的小球。3个人很快完成了收集，这次大美又输了，她丢掉了自己的手套，而白毛竟然把企鹅绊倒了。小企鹅很生气，他爬起来去教训白毛，却被小特拦住了。他脑子被驴踢了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小企鹅扔下3个坐垫和一张卡片就离开了。这次的挑战是抢椅子，只有赢家不用脱衣服。4个人围着3个坐垫转圈圈，当音乐停下时开始抢椅子。他们表现得很紧张，都不想要脱衣服。还是小特晚了一步，首先被淘汰了。接着3个人继续比赛，坐垫也变成了2个。白毛紧张的差点摔倒，张牙舞爪的牢牢盯着坐垫。最后还是老王晚了一步，只剩下2个人和一张坐垫了。白毛趁机把坐垫拿到一边，还好大美反应很快，音乐停下时正好塞到屁股下。这一次大美赢了，她的奖品是一盘辣椒，太冷的时候就可以吃一根。白毛丢掉了脖子上的围巾，小特准备脱掉大棉袄，后来一想头上还有一顶帽子，于是他丢掉了帽子。老王直接脱掉了大棉袄。3个人在雪地里玩得很开心，完全没注意到小企鹅偷偷把圈子缩小了，他们的活动空间也变小了。小企鹅拿来一把玩具枪，让他们向远处的靶心射击，谁的得分最多就不用脱衣服。每人有5次机会，白毛选择第一个先来，瞄准目标开始射击，他得到了28分。轮到小特了，他的分数是33，而老王选择了不一样的战术，以34分的成绩超过了小特。再看大美，2次都没有射到靶心，妥妥的一个小白，他最后的成绩是5分。这一次老王赢了，3个人一起丢掉了大棉袄，大美赶紧吃一根辣椒补充热量。老王的奖品是一个围巾，但他没有戴在头上，而是系在了腰上。小企鹅端来一盆刚出锅的热土豆，让他们互相投掷，谁接不住就要脱掉衣服。烫手的土豆扔来扔去，小特一时没忍住，竟然吃掉了它，肚子一下变得暖和了，只顾着吃了，丢过来的土豆没有接住。小特一点也不担心，捡起来土豆继续吃。剩下的3个人接着比赛，大美没有接住飞过来的土豆，她也失败了。紧接着是老王，这一次白毛赢了，其他3人必须脱掉一件衣服。小特准备脱掉外面的裤子，但是这也太冷了，他迟迟不敢动手，而老王却没有迟疑，直接脱掉了裤子。大美丢掉了外面的马甲，小特也不墨迹了，加入了老王的队伍。小企鹅拿过来一个足球，让他们踢进外面的球门，每人有5次机会，谁进门的次数少就要脱掉衣服。白毛第一个先来，一脚踢到了外面，没有关系，还有机会。接下来他连续踢进了3个球，最后一球他准备大力出奇迹，球被踢出去很远，人也跑到了圈子外面，这下不逞能了，白毛被淘汰了。其他3人激动的手舞足蹈，他们接着比赛。老王稳稳地踢进了5个球，小特表现得很冷，只踢进了1个球，而大美一个也没有踢进去。这一次老王赢了，他们只能继续脱衣服。小特颤颤巍巍地选择了半天，决定脱掉秋裤。大美脱掉了外面的裤子，尽管冻得发抖，他们也不打算放弃。这次的挑战是跳绳，绳子碰到谁的脚就要脱掉衣服。刚跳了一下，大美就输了，接着绳子的速度越来越快，2个人跳得很高，但还是碰到了老王的脚。小特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老王丢掉了头上的帽子，大美脱掉了唯一暖和的卫衣。接着继续比赛，打爆一个气球，最后打爆的就要脱衣服。小特和大美好像没得可脱了，他们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打气球。大美首先打爆了气球，接着是小特。这一次老王输了，他扔掉了一双手套。白毛拿来了新的挑战，戴上手套拆礼物，谁先拆出来就不用脱衣服。手套特别的厚，他们只能用蛮力去撕。老王首先拆出来一瓶可乐，小特脱掉了一件卫衣，但他再也坚持不住了，放弃了比赛。而大美决定脱掉上面的秋衣，身上几乎没有衣服了，她还能坚持吗？大美表示没关系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接下来的2场比赛依然没有分出胜负，眼看天色已晚，室外的温度降到了零下20度，主持人让他们石头剪刀布，快速分出胜负。老王以3比0的成绩成为了赢家，大美心态彻底崩了，差点被冻成冰棍，还是输了。他快速跑回了房子里。老王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10万卢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到最后吗？4个人被关在4个不同的箱子里，谁先从里面逃出来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乔治的箱子是由石膏板制成，外面还有一层泡泡塑料膜。老王的箱子缠绕了3层铁丝网，特别像一个小型的鸡舍。4眼的箱子是铁皮做的，外面还有一圈钢条加固。阿伟的箱子是木板做的，而且还是实心的木板，使用的工具随机获取，谁用的时间最短就能赢到奖金。乔治转动转盘，工具是一个皮鞭，他在里面甩来甩去，
每次都会打到自己，根本不可能打开箱子，只适合抽打毛驴。乔治急得脑门直冒汗，只好向主持人讨杯冷水喝。他继续转动转盘，这次的工具是拳击手套，但是周围的石膏板固定的很结实，他只好一手拳击一手皮鞭，终于打开了一小块导体。乔治又拿到了新工具，一根长矛，刺在石膏板上，一下就刺穿了板子。他使劲戳，很快头部可以钻出去了。主持人提醒他转动转盘，这次的工具是一把斧子。他在板子上砍了几下，直接就砸穿了整块石膏板。乔治终于逃了出来，用15分钟59秒，轮到老王挑战了。他的鸡舍看起来很结实，四眼帮他转动转盘，拿到了厉害的喷火器，但是铁丝是烧不断的，他只能继续选择工具。这次的工具是铁疙瘩，老王在铁丝上砸来砸去，铁丝既柔软又结实，不管怎么用力还是打不开。这次的新工具是一把斧子，四周的铁丝是镂空的，没有着力点，斧子也使不上劲。四眼让他别着急，在里面慢慢砸。老王又获得了新工具防撞套装，他在里面来回撞击，四眼配合的把箱子推倒了。老王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，只觉得上面的铁丝很薄弱，竟然只有一层，他很轻易就掀开了，然后把箱子推倒，他直接爬了出来，用时12分钟27秒。轮到四眼挑战了，他转到了一把斧子，铁皮箱子很结实，四眼使劲砍了几下，斧子反而被卡住了，他只能继续选择工具。这次得到了一把水枪，他在里面来回冲洗，玩得很嗨。阿伟赶紧拔掉了电源。这次的新工具是几把小刀，四眼选择了一把尖的就开始砍，箱子比他想象中还要结实，这让四眼很失望。他又拿到了新工具，是一把大锤子，四眼也变聪明了，既然四周很结实，那就去砸箱子的框架，果然被他砸开了，用手一推，整个框架直接分解了。四眼终于逃了出来，用时15分钟41秒。轮到最后一位阿伟了，他的箱子是纯木板做的，但他很有信心能超过四眼的成绩。第一个工具竟然是泡泡塑料膜，把它缠在手上就去砸木板，还是硌得手很疼，接着用脚使劲踹，才发现泡泡膜只是用来解压的，他只能继续选择工具。这次的工具是2个铁疙瘩，阿伟使劲砸在墙壁上，虽然砸掉了一些木屑，但是他却累坏了，他希望可以拿到更好的工具，于是继续转动转盘。这次的工具是一根长矛，他在墙壁上呲了几下，还是不满意，继续转动转盘，得到了一把镐头。阿伟砸了几下墙壁，不知道是工具不好用，还是他没有力气，他嚷嚷着还要转动转盘。这次的工具是一把撬棍，他在角落里发现一条缝隙，于是把撬棍卡进去，试图别开木板，再砸掉固定的木棍。阿伟直接往外钻，却被卡住了身体，他只能继续用撬棍撬木板，然后使劲一撞就钻了出来。他的时间是17分钟31秒。显而易见，乔治用的时间最少，所以他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选择哪个箱子呢？10个人参加吃辣椒比赛，只要吃掉20种魔鬼辣椒就能赢到10万奖金。在没有馒头和大饼的帮助下，你能坚持第几关呢？第一种是墨西哥辣椒，辣度值为3000，10个人表现得很轻松，就好像是在吃水果，很快就吃完了。第二种名为辣椒子弹，辣度值8000，看表情好像有点辣，但他们都没有退缩。第三种是塞拉诺辣椒，辣度值为15000，鲜红的颜色好像有点亮，冬梅吃了一半就感觉很辣，在裁判的催促下，他咬着牙吃完了它。第四种是红色的长辣椒，辣度值为8000，入口感觉有点辣，但是这群人全都不怕死，只有冬梅表现得很难受。主持人再次催促他，只剩下最后一口了，他硬着头皮塞进了嘴巴里，就好像是在吞刀片。第五种是超级辣辣椒，辣度值为4万，个头很小，忍着剧痛也能吃完。冬梅也不想放弃，尽管辣得直冒冷汗，他还是咽了下去。第六种是鸟眼辣椒，辣度值为10万，和朝天椒的辣度差不多，一般人很难承受，看来他们是真不怕辣两头啊。冬梅依然是最后一个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忍痛往嘴巴里塞。第七种是苏格兰辣椒，辣度值为25万，吃在嘴巴里火辣辣的刺痛，肚子也有了反应。冬梅看着这颗炸弹犹豫不决，但他还不想失了面子，硬着头皮吃，咬下一半后直接辣吐了，打肿脸充胖子，难受的还是自己。冬梅放弃了比赛，旁边的男生也受不了了，他也离开了赛场。第八种名为恶魔辣椒，辣度值为40万，椒如其名，刚一入口就把这位大哥辣哭了，难受的离开了赛场。而小丽还剩下一半，在主持人的提醒下，她哭着放进了嘴巴里，还真是恶魔一样的存在。这位大叔已经到达了极限，再待下去明天就站不起来了。第九种是哈瓦那辣椒，辣度值为45万，听说舔上一口就可能要命，更别说吃上一根了。6个人表现的都很难受，小丽咬了一口哭得梨花带雨，但她还不想离开，继续坚持吃，每吃一口就离医院近一步。终于她放过了自己，也放弃了比赛。第10种是七锅杜格拉，
辣度值为80万，以一颗做7锅菜为名。尽管嘴巴和肚子辣得两头懵，他们依然全部吃完了。第11种名为毒蛇辣椒，辣度值为96万，光听名字就知道有多变态。如果再吃下去，这得有多疼！旁边的小哥舔了一口，立马站了起来，他还不想躺板板。这位大姐也受不了了，辣得两头窜火，她也放弃了比赛，只剩下3个人了。第12种是毒蝎辣椒，辣度值为100万，据说比蝎子的尾巴还厉害，他们对自己也太狠了，面不改色的吃完了。第13种是幽灵辣椒，辣度值同样为100万，3个人没有发出声音，不知道他们的嘴巴和肚子承受了多大的压力。第14种名为卡罗莱纳死神，辣度值130万，大叔和大妈没有停歇，让嘴巴继续燃烧，而旁边的小伙挣扎着难受了很久，他在想去不去医院，算了，吃完再去吧。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，终于放过了自己，只剩下2个人了。第15种名为断魂椒，辣度值140万，大叔咬下一口，双手都在颤抖，但他并不想输给女人。收紧菊花，忍痛吃完了它。大妈也快辣哭了，不知道谁能坚持到最后，从单纯的吃辣椒比赛变成了男女之间的决斗，他们都不想轻易输给对方，只能继续坚持。大叔再也受不了了，他坦言好难不跟女斗，然后放弃了比赛。恭喜大妈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这样的比赛隔着屏幕都感觉定疼。你能坚持到第几关呢？5米高的长腿怪和10个人类玩捉迷藏，谁能坚持最后一个被找到，就会赢到3万卢布，反之就要受到严重的惩罚。小白把垃圾袋套在头上，伪装成了一堆不起眼的垃圾。胖哥的脑海闪过1万个为什么。现在不是春天了吗？这片森林怎么阴森又寒冷？准备的迷彩服还不保暖，不被吓死可能会被冻死。他蜷缩在树丛中静静地等待着，这里一点食物也没有，不知道长腿怪吃的什么长这么高。另一边的老王穿了一身狗熊套装，伪装成了可爱的熊二。森林里多一只狗熊应该不奇怪吧，况且他还会站着跳舞。杰克打算藏在充气船上，火速换了一身黑色的衣服。长腿怪应该不会游泳，他故意离岸边远一点，爬在上面黑压压的，完全看不出来是人。冬梅做了一个银色的铁桶，钻进去大小正好合适，银白色和周围的雪地融合，确实很难发现。乔治换了一身棕色的衣服，然后爬到大树上，准备和大树融为一体，颜色很相似，只要不掉下来就没人看得见。阿伟用纸板做了一个雪堆，就是有点太小了，缩在里面几乎不能动弹，但是隐蔽效果还是很好。而小兰竟然整出一个分身做诱饵，自己则藏在后面的树丛中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小美的身材娇小，她直接钻进了汽车下面。长腿怪这么高，肯定看不到下面的东西。聪明的小明找到一个废弃的帐篷，这么冷的天，藏在这里才是明智的选择。而且帐篷的位置也很隐蔽，10个人都已藏好。长腿怪迈着3米的大长腿已经开始了寻找，他们仿佛意识到了危险，躲在原地不敢出声。怪物的嗅觉灵敏，而且熟悉地形，不知道谁会被第一个找到。当他经过河边时，一眼就看到了船上的杰克。虽然不能下水，但是有一根绳子可以将船拉回，还是大意了。杰克看着缓缓靠近的长腿怪，吓得双手抱头，等待他的惩罚将是刺耳的超声波。长腿怪继续寻找，乔治还在悠闲的自言自语，完全没看到怪物已经来到了身边。怪物让他麻溜的下来接受惩罚，然后一巴掌就呼了过去。还好他脸皮够厚，一点也不疼。长腿怪围着树林转了一圈，忽然发现脚下的铁桶，打了一下竟然有反应。冬梅很害怕，怪物一点也不怜香惜玉，让他围着森林跑5圈，跑不完不许回家。已经找到了3个人，那7个人藏哪去了？他从阿伟的雪堆旁经过，阿伟好奇的伸头查看，尽管隐藏得很好，但怪物已经闻到了人味，一巴掌打在雪堆上，找到了缩头的阿伟。他的惩罚是吃掉1块臭奶酪，臭香臭香的，和猫粮的味道差不多。只剩下6个人了。长腿怪闻着味道又找到了胖哥，你不是喜欢吃吗？那就喝一杯河中的冰水，几乎零下的河水不但拔凉，还有很浓的海草味。胖哥在这边慢慢品尝。怪物又发现了下一个目标，原来是个假人。红弄鬼呢？做的这么假。小兰在逃跑的时候还是惊动了怪物，费尽心机还是被找到了。他又看到路边的垃圾袋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我何时用过垃圾袋？小白也不再伪装了，害怕地盯着怪物。两人也接受了难受的惩罚。小美鞋子的刺眼反光条正好暴露了自己，她也被找到了。只剩下2个人了，天已经很黑，雪也在下个不停。小明在帐篷里点燃了火堆，温暖舒适地等待着胜利。而老王一直偷偷尾随着怪物，但还是被发现了。他的惩罚是吃掉1勺沙子，看着好像是巧克力味的。只剩下小明一人了，他终于发现了帐篷，找到了会享受的小明。他轻松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藏在哪呢？男人在太阳下建造了一间黑色的房子，里面的温度高达50多度，只要进去1秒钟立马大汗淋漓。20个年轻小伙子可以坚持多久呢？
谁能最后一个走出来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主持人故意收走了他们的手机，在这样难受的环境下，也只能大眼瞪小眼。只过了15分钟，就有人撑不住了，光头赶紧离开了黑房子。他坦言里面比蒸桑拿还要热，如果再蒸下去，头上就要发芽了。1个小时后，又一个小伙放弃了比赛，他浑身上下都已湿透，又闷又热的感觉太难受了。而里面的人还在继续坚持，衣服湿透算什么？小手都被汗水泡发了，就好像是在38度的夏天吃火锅，已经分不清哪里热了。2个小时后，小黑也放弃了比赛。主持人担心他会中暑，让他洗个热水澡再离开。而留下的这些人更难受了，拥挤的房间里又多了一些臭咸鱼，不偏不倚正好挂在中间。这么高的温度，或许会把咸鱼烤熟，只是这味道一点也不好闻，夹杂着汗水味又升级了一个臭度。很快就有人待不下去了，放弃了比赛。里面和外面简直是2个世界。他待了3个小时已是极限。随后又走出来一个小伙，他小脸热得通红，很怕再待下去明天就要吃席了。主持人测量了每一个人的体温，其中一人竟然高达39度多，但他还不想离开。主持人只好拿来一根冰棍让他降降温，其他人只能咽下口水，眼巴巴地看着他吃，才发现望梅一点也不解渴。2个人果断离开了房子，放弃了比赛。刚做的发型也被打湿，突然有点后悔参加比赛了。这时又有人钻了出来，进去的时候1.8米，这怎么还缩水了呢？连续淘汰了5个人。这次挑战不仅仅是极限，还让他们体验了一下小时候没有空调的感觉。而主持人更坏，把一个火盆放在房子的中间，等比赛结束就有烤鱼吃了。白衣大哥赶紧跑了出来，加上火盆，里面好像变成了人间炼狱。剩下的几人露头观望，趁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后面的小伙不淡定了，他也放弃了比赛。主持人拿进来一个鼓风机，久违的凉风让他们感觉很幸福。随后提来一桶白色的液体，谁愿意被倒在身上呢？尽管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但还是有人抢着参与。主持人选择了个矮的小灰，然后从头上浇下，黏糊糊的液体将它包围，竟然有些凉快。小灰感觉很不错，接着把一杯冰水放在中间，谁喝掉它就要穿上冬天的衣服。一群人望着这杯救命水想入非非，特别想喝，又不想穿棉袄。而小灰不管3七21，端起杯子一饮而尽，凉爽的感觉充满全身。还没有开心3秒，主持人就拿来了大棉袄，穿上之后还要戴上帽子。不知道他现在是热还是冷。这时小黄热的受不了了，他提出给他100块就退出。主持人没有同意，摸了摸口袋还有15块钱，不知道小黄要不要。他难受的想了又想，苍蝇也是肉啊，然后不甘的走了出去，甚至不想搭理主持人。小白也撑到了极限，看到其他人非常淡定，他直接放弃了。能坚持下来的绝对不是一般人，他一点也不后悔，毕竟自己努力过。比赛还剩下5个人，主持人给他们每人1根树枝，用来抽打对方，力度随意施展。刚开始还很和谐，但是打着打着，长毛突然使出了全力，旁边的男生也不惯着他，反过来还击，那后背都被打红了。小灰穿着棉袄毫无感觉，但他还是主动放弃了比赛。主持人很好奇，穿了那么久的大棉袄身上会起痱子吗？里面还剩下4个人，主持人用保鲜膜把4人紧紧包在一起，温度很高而且还不透气，缠缠绵绵10分钟，终于有人受不了了，离开了热气腾腾的小房子。接着另一个男生也要放弃比赛，坚持了那么久也没有赢，这也太难了。随后剩下的2个人冲出屏障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但还是小黑赢了，一切努力没有白费，恭喜他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能坚持多久呢？这是由1000个图形组成的巨大迷宫，每一个图形后面都藏着恶心的东西，只有一个可以安全逃出去，谁先找到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2个人好奇地环顾四周，乔治等不及打开了后面的大门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难道这是出口吗？还没等他进去，就被放了一炮。看来比赛比意想中残酷，轮到丹尼了。他打开了粉色的小门，被过期的番茄酱撕了一脸。乔治觉得很恶心，他选择了旁边的小绿门，刚一打开就扔进来几个臭鸡蛋，还好躲闪的及时，没有砸到身上。丹尼喜欢黄颜色，所以他挑了一扇大黄门，打开一看什么都没有，他以为这是出口，里面的黑衣人却狠狠地推倒了他，还赠送了一只小狗。乔治打开了橙色的小门，过期的蛋糕糊了一脸，他以为安全了，没想到惊喜不断。乔治死心了，丹尼看来看去，还是决定去开黄色的门。他用小狗做掩护，上面掉下来一颗球。完了吗？这个惩罚也太轻了，看来还是我运气好。乔治这次打开了最小的图形，扔进来2瓶汽水就结束了。而丹尼还是很倔强，依然选择黄色的大门。一颗雪球迎面扔来，还没来得及逃跑，更多的雪球砸在身上，他只好钻进了桶里。乔治认为不能浪费，于是把桶转向了门口。更多的雪球砸在丹尼的身上，不但很冷还很烫。乔治继续开门，
这次他打开了上方的小门，一根水管伸了进来，冰凉的冷水洒在身上，乔治只好来回躲避。丹尼找准机会，用小狗堵住了洞口，两个人合力终于赶走了水管。乔治这次变聪明了，打开了另一种颜色的门，一瓶红色汽水不偏不倚，全部浇在了他的身上，脚下一滑，摔了个大马趴。他依稀记得那个有水管的小门，准备打开洗洗干净。尽管冰凉刺骨，但他不想邋里邋遢，毕竟也是靠颜值吃饭的。乔治这次打开了头顶粉色的门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难道这里是出口？他把大桶垫在下面，爬上去查看，还真的是出口。丹尼见状也爬了上去，然后两个人就傻眼了。这是一个满是三角形的房间，而出口就在其中一个的后面，别无选择，他们只能继续冒险。丹尼打开了一个小三角形，里面冒出来很多黑黑的东西。乔治打开了一个大三角形，里面是一个黑衣人，把一瓶泡沫喷在了他的脸上。丹尼继续打开红色的小门，莫名其妙被打了一顿。这次乔治打开了紫色的大三角形，刺骨的寒气迎面扑来，乔治差点被冻住了。丹尼选择了下面的绿色三角形，只看到一只大脚冒出来，随后小丑出现，追着丹尼打，打到他求饶为止。乔治继续打开三角形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难道这是出口吗？丹尼兴奋地往外跑，却被重重地砸了一下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这次他选择了大红色的三角形，刚一打开就被白色的东西刺了一脸。乔治却很幸运，再次找到了出口，两个人赶紧钻进去，才发现又来到了另一个房间，这里全是四边形，到底有多少个房间啊？倒霉的两人忽然觉得上当了。乔治打开了右边的大门，里面出现一个人，瞬间将他们淹没了，直到完全看不到为止。丹尼感觉像做梦一样，脑子有点跟不上。这次他打开了绿色的小门，里面出现两把机枪，两人大喊着跑到一边，闪躲了半天，才发现没有子弹，反应过来赶走了他们。丹尼很不甘心，他不相信找不到出口，于是迅速打开一扇，赶紧蹲了下去。满满一盆冰块是一点也没有浪费，冰的脑瓜子嗡嗡的，他以为衣服里还有。乔治帮他撕开衣服，丹尼却觉得很害羞，从后面系上也不要脱下来。乔治打开上面黄色的小门，掉下来的竟然是冰沙，他张开嘴巴想要吃一点，冰沙变成了冰雹，打乱了他心中的小期待。丹尼想要把门堵上，但是不断涌出的冰雪让他招架不住，乔治只好一直拖着沉重的纸片。丹尼赶紧打开另一扇大门，一桶红色的油漆泼在头上，丹尼变成了小红人。他用身上的颜料在门上画出一个笑脸，却无意间找到了出口。两个人赶紧钻了出去。新的房间有两扇一模一样的大门，到底哪个才是出口呢？他们决定一人选择一个，等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竟然是相通的，绕了一圈还是出不去。乔治这才发现入口处还有一扇门，两个人试着打开，终于找到了安全的出口。两个人成功逃了出来，但是奖金只有一份，主持人也不知道该给谁了。你觉得该给谁呢？20个人同时挤在一辆小汽车里，谁能坚持到最后一个下车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，他们一起跑向小车，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个好位置，才发现这么大的小车容量并不大，男生和女生相互拥挤，小汽车含泪承受了4倍的压力，眼看车胎就要压扁，而主持人非要关上车门，凸出来的大腿实在挤不进去，只好淘汰了4个露在外面的小伙。他终于关上了所有的车门，主持人坐在驾驶位悠然自得，16个人只能挤在后排和后备箱里。很快车厢被呼吸声和放屁声占据，微醺的环境难上加难，中间的女孩挺不住了，她跳下了车，放弃了比赛。主持人打开了炙热的空调，1个小时后，车里的空气变得逐渐朦胧，所有人都热得大汗淋漓，就连车窗也流下了有味道的眼泪。白衣女孩热得不行，立马离开了车子，如果再待下去，白衣服就变成黑衣服了。主持人良心发现，打开车窗让他们喘口气，还是外面的空气好啊。随后从天窗倒进来一盒小强，男生和女生吓得滋哇乱叫，刚喘上来一口气又被吓回去了。黑衣小伙果断下车放弃了比赛，这次挑战也太难了。2个小时后，主持人拿来一袋硬币，现在下车就可以拿走它。硬币的哗哗声吸引了绿衣小哥，他走下车去拿水桶，才发现桶下面是空的，他只拿到了几枚硬币。主持人也太猴精了，只用了几毛钱就淘汰了一个人。3个小时后，车里的温度越来越高，而主持人还要火上浇油，把腌了1星期的臭鱼放进了车里，臭上加臭，就不信没有人退出。等了半天还真没有人出来，他又捡了一些野生的狗夹在里面，然后把盆子放在人群的中间。爆盆的小伙终于受不了了，再爆下去估计会被臭晕。旁边的2位女孩接连下车，其中一位竟然臭哭了，她表示再也不想看到这辆车。主持人有点心虚，这次好像完大了。车里面还剩下9个人，虽然空间大了一些，但是5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也太难了。又一个女孩放弃了比赛，剩下的8人继续坚持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
黄毛提出给他一个西瓜，他就下车。主持人答应了，黄毛也没有空手而归，抱着大西瓜回家了。7个小时后，帽子小伙很想去上厕所，他表现得很难受，而主持人拿来2个水杯，故意在他面前倒来倒去，他还在坚持。其他几位明显受不了了，纷纷走下了车，而他还是不想放弃比赛。主持人把车子停进了车库，然后关闭电源。一个吓人的小丑突然出现，他扑在帽子小哥的身上，面目狰狞。尽管吓出了猪叫声，但他还是不想下车。这一招竟然没用，车上的4人表现得很淡定。10个小时后，帽子哥突然改变了想法，他提出帮他叫一辆出租车就会下车，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。主持人欣然同意，还好心帮他支付了车钱。只剩下3个人了，做了那么久，只有疲惫2个字。这样的挑战看似简单，实则无比煎熬，一般人是撑不到最后的。又过了2个小时，旁边的大哥眼看其他2人并没有退出的打算，他再也熬不下去了，主动走下了车。疲惫和饥饿感让他只想回家，只剩下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了，不知道谁能坚持到最后。2个人没有交集，只是坐着。男生突然打起了退堂鼓，他困得眼睛快要睁不开了，然后遗憾地下了车。女孩坚持到了最后，赢得了比赛。19个小时没有下车，差点不会走路了，一切努力没有白费，女孩赢得了奖金。幸福来得很不容易，还好你没放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呢？